一王林小璐再次回归，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教室第3季堂堂来袭。在上一季结尾中，陆哥1打4救出小跟班青井泽，成功带领班级从 D 班升到 C 班。然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陆哥怎么能停滞不前？开局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合宿，这次合宿是直接进深山里，而且还是3个年级一起，听说还有大浴池。池宽志迫不及待地问温泉是否是男女混浴，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，结果班主任突然开口泼了他们一盆冷水。这次的合宿也算一次特别考试，借合宿看一下他们的精神成长。合宿不以班级为单位分组，而是将每个年级的4个班打乱，再以性别区隔后组成小组，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分，决定是否合格的依据是最后一天进行的4场考试，排名靠前的可以获得班级点数和个人点数，但是如果低于标准分，那么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和负责人指定的一个人都必须退学。因为班级是打乱的，所以不可控因素就会变多，比如现在的 D 班对他们 C 班怀恨在心，那么是否会拖后腿然后拉他们垫背呢？班长平田就站起来掌控局面，男女分开的话，他觉得女生那边也要推举一个可以商量的人，而他推荐的人是枯北林英。林英表示他可以接下这个工作，不过他希望桔梗能够协助自己。可是林英明明知道桔梗是他们班的叛徒，为什么还要让他参与这么重要的事情呢？桔梗自己也被整不会了，但是因为被架在了那里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到地方后，林小璐先注意到了 A 班那边的情况，猜测他们已经做好应变对策了，就争分夺秒的给金井泽发了个邮件。金井泽看到是他发的，也赶紧看，那边老师已经开始收手机了，收完之后才让学生们带着行李前往上面的设施。没想到这次的分组居然是让学生自己分，每个组都必须有4个班级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龙源就被自然而然的孤立了。被林小璐打败后，他就主动下台，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学年的烫手山芋，就连几个中心部下都远离了他。学生们都忙着搬行李，那边却突然被人围了起来。原来是现任学生会长南云雅当众向前任学生会长枯北学挑战，就比谁的小组能拿到更高的平均分。学哥虽然觉得无聊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，但是要求南云不能波及到其他学生。林英有些惊讶，自己的哥哥居然会应下这种挑战。林小璐则将目光转向南云，这人看起来很有信心呢，曾经的对手现在就变成了队友，是什么体验？林小璐这一组可谓全是外挂猎枣，从今天开始他们就要度过一段时间愉快的同居生活了。结果开局大家就因为床铺吵了起来，而这组的负责人是林小璐的好兄弟幸村，挑事儿的则是D班的刺儿头。他刚想直接抢最好的床铺，就看到了幸村后面的林小璐，想起上次被人家暴打的经历，最后还是偃旗息鼓。于是高原寺就毫不客气的收下了 C 位，毕竟最闪亮的他就要住最闪亮的位置，他还让其他人也选自己喜欢的位置。一班的桥本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看来他们这一组是前途多舛呢。而他旁边同为 A 班的迷燕看向他的眼神却非常不善。 A 班现在是板柳和葛城平分天下，两人分属不同阵营，自然互相看不惯。林小璐也有些心累，他们这组怎么全都是刺儿头啊？看来之后的日子有了熬了。结果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发现一只赖好像比他更累，因为一只赖还需要帮大家分组，而女生之间的小团体分起来比较麻烦。这次合宿中只有吃饭的时候男女才能在一起，应该就是让他们互相交流情报或者下达指示。这时一只赖被几个女生叫走，林小璐又将目光转向林一那边，林一正在跟桔梗面对面坐着，在单独面对林一时，桔梗是装都不想装了，直接告诉他自己是不可能信赖他的。但林一想的非常简单，他觉得桔梗既聪明又有实力，如果能获得他的帮助，肯定更有利于班级升上 A 班，可人家不配合也没用啊。桔梗现在一心只想让小黑退学，放完狠话就扬长而去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众人就被广播声叫醒，与此同时高原寺也晨练回来，瞧瞧人家这自觉性。然而刺儿头与刺儿头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，D班的不良少年看见高原寺就来气，觉得他耽误了大家集合的时间。高原寺又嘲讽他们是落伍的不良，眼看几个人又要打了起来，桥本赶紧站出来打圆场，提醒他们没时间了，先集合再说。吃完早饭他们想干啥干啥。为了分数，D班不良只能不甘心的偃旗息鼓。学校给他们安排的是清扫设施，打扫完之后就坐禅修身养性，不符合动作规范的人会被教导。伊之濑和日和在一组，他们这组的 C 班组员是王美雨。王美雨性格比较内向，伊之濑和日和就找一个机会安慰他，表示不用急着突然跟大家好好相处，他们慢慢配合彼此的步调就行。不知不觉王美雨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。一转眼到了傍晚吃晚饭的时间，石宽志和好兄弟一起朝餐厅走去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迎面走来的板柳的拐杖，瘸腿小萝莉竟然被摔得跪趴在地上。板柳嘴上说着没关系，估计心里已经
判了这2个人死刑。出去之后刚好遇上了林小璐，林小璐了解板柳的性格，告诉他自己晚点会好好告诫那个人的。板柳却意有所指，表示自己也只是跌倒1次罢了。之前他说过要击垮林小璐，现在看来要延迟了，因为他决定先击垮 B 班，主要是对伊之濑这个人感兴趣。B 班能够如此团结，基本上都靠伊之濑一个人，而且他还掌管着班上所有人的点数，毕竟那么多点数，难保不会让人产生私心。林小璐却并不觉得伊之濑是那种人，但板柳告诉他，无论什么人都会有表里2张面孔，他很期待和林小璐对决的那天到来。到了晚上，林小璐和金井泽深夜私会，他让金井泽帮自己监视几个人，并且告诉他这次的考试应该会很不平静。金井泽现在已经被林小璐深深折服，自然是他让自己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，而林小璐也有自己的考量。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低调行事，用的策略也基本都是靠钻漏洞，但是这一次再用以前的那些方法应该是行不通的了。而现在所有人都沉睡的时候，他独自去赴了学哥的约。学哥想找林小璐谈一谈南云的事情，林小璐欠他一个人情，现在该是还人情的时候了。他让林小璐对付南云，然后让林英进入学生会，和往常一样继续在背后下指令。至于学长学姐们的情报，学哥让林小璐和现任学生会副会长的桐山交涉，桐山表面上是南云的人，实际却是学哥留在学生会的帮手。他告诉林小璐，南云想依靠学生会的权力彻底颠覆这所学校，下个学年的退学人数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多。林小璐默认了学哥的请求，又关心起了他和南云的比赛。学哥表示自己这边没什么问题，他也相信南云会守约，不把别人牵扯进来。然而在他走后，陆哥却感慨了一句，看来枯北学搞不好会输。